林老二和赖包两人也挤在一起嘀咕着。阿浩说：“咱的提成是1040吧？”赖包点头。那天阿浩好像是这么说的，该不会因为收入太多，倒是嫌咱拿的太多游客扣吧？我算了一下，咱这船至少过100万了，等于咱这一趟几天时间就能分个4、5千块呢，比以前咱在码头上工3个月还要强些。林老二有些担心，毕竟卖了多少钱可是阿浩说了算，到时告诉自己就卖了10万块，自己也没办法。赖包想了想，摇头。阿浩应该不会这样，我也问了阿斯跟阿友，阿斯没说啥，阿友倒是说了不少，他2兄弟拿的是1500，比咱高呢。这句话似乎还带着一丝隐隐的不满，林老二倒是没咋在意，只要不克扣就行了，再多拿着心反而不安。包哥，咱俩这才第一次跟船，跟老船工有差距也正常的。赖包叹了口气，咱好好干吧，争取早日能转正。有落差是人之常情，大家能聚在一起也是为了利益，为自己争取，这并不丢人。林浩即便听到两人的议论也不会说什么，他的船来去自由，认为不合理完全可以离开吗？此刻林浩在舵室，正在和老猫聊天，打算啥时候联系家里？到晚上8、9点钟吧，不急。他一心二用，一边陪老猫聊着天，一边在算2艘船具体有多少的海货。之前的几网像炮弹鱼、黄尾这些就不用卖了，到时全部留作饲料，能卖的就是煤铜。2条船大概有近2万斤，5、6千斤的黄木带，3、4千斤的马鲛鱼，再就是灵气鱿鱼、军曹之类的，这些零零总总大概能值个4、50万。再就是岛上的收获，这可就多了，保守也有5、6万斤的海货，平均1斤20、30块，轻轻松松加一起差不多能破200万了。还有那几个龙宫螺，这一趟收获也足够亮眼了。这回他就担心这个龙宫螺到底有没有人认，万一没人认，难道都得自己养着？8点多，林浩用卫星电话拨通了陈东的号码。阿浩，是不是回来了？这次不是说还有几天好天气，是不是又爆了？接到他的电话，陈东就是一番连珠炮般的问题。没爆，不过也差不多。东哥，我们大概明天上午10点左右到，这次大部分是螺贝类，筐子可以直接用船上的，反正船要卸2天，你倒腾出来再还给我就行。就是出货，你要提前联系好，量有些大。多大？听完林浩对各个品种的估量后，陈东愣神了半天。不是阿浩，你们是拖网船啊，也能拖到螺贝？具体的回去再说。东哥，我先挂了。对了，你顺便给我家里报个平安。林叔去市里了，下午开车去的，说是你大姐回来了。这都过了中秋，我姐咋才回来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挂了电话后，陈东愣神了一会，还是没搞明白拖网船怎么能拖到鲍鱼的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好像林浩的船也有前科，估计是这帮家伙又潜水了。但也不对啊，海底全是鲍鱼海参，不然这才几天时间，怎么能弄几千斤的海参和鲍鱼？他没有急着打电话出货，而是打算先闭店。快9点了，估计也没人再来买海鲜，这个点该回来的船也都回来了，更不会有人卖货。拉动卷帘门的声音惊动了楼上的陈父，他刚好有事要和儿子谈，便走了下来。今天徐家老太太来你也看到了，你妹妹的日子定了，就是正月初9。我估计年前阿浩肯定是要入错新房的，你德费费心帮他看看还缺啥东西，我们添置一点。你妹妹陪嫁的东西一直是你娘在准备，你跟玉霞也要帮着点。陈东有点恍惚，脑海中回想起小时候自己拉着妹子磕磕绊绊串门的镜头，还以为是孩子呢，这一转眼就该嫁人了。放心吧，爹，明天一早我就跟娘把单子捋一下。不行，明天没时间。有事？明天上午阿浩的船就回来了。爹，你以前讨海时一次碰到过几千斤的鲍鱼海参吗？海参还好说，野生的鲍鱼要一个个撬的，咋可能一下子弄那么多？陈东将刚刚记的单子一递，你瞧，这是阿浩刚刚给我报的船上的货。陈父接过看了一眼，倒不是很吃惊，咧嘴笑道：这孩子运势无双，他说能把海龙王请上来，我都相信。哈哈哈，乖乖，这一趟又不得了啊！也是奇了，你说他从哪补的？回来问问不就行了？人家他不定会说，你问他还会瞒着。别较心了，抓紧时间联系出货。陈父说完便上了楼，陈东也开始拨起了电话。李总，我是阿东啊，明天会到一批野生鲍鱼，多少？大概3、5千斤的样子，暂时还没有准数，个头都不小。你要是吃不下，我就联系，是不是野生的你看一眼不就知道了？行，那我给你全留着了。张总，兴隆的阿东啊，这么晚打扰你，肯定是要好货啊。这年头，货见求人要，好货不愁卖。以陈东的渠道，也就40分钟就把货给分得差不多。凌晨4点钟，此刻掌舵的是阿晨，老猫去休息，林浩坐在一边陪着他。顺着 GPS 上的航线开，千万别偏了。放心吧，阿浩哥，你要是困就迷会，我没问题的。林浩轻嗯一声，他倒是没睡，而是出了舵室，差不多10多分钟，他端着一个托盘小心的回来了。喝点茶，吃点东西。
阿晨端起泡面，看到里面的龙虾面上抽了抽，不明白阿浩哥为什么对龙虾泡面有这么深的执念。每次说好，只要能抓到龙虾，必然会来碗泡面。还别说，挺长时间没吃，味道还不错。阿晨点点头，擦了一下额头的汗。阿浩哥，这香辣牛肉喂得太辣了，家里的事处理的怎么样了？没好。现在那人的家人也都露面了。阿浩哥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10多年没有走动，之前还对我和我爹各种看不上，现在突然就亲近起来，呵呵。林浩明白，阿晨所说的应该是他外公外婆或舅舅们。对于一个刚满20岁的人来说，现在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太难了。有想好怎么办了吗？还有跟你爹商量了没？我爹肯定是不会原谅那人的，由他去闹，闹够了咱再谈，到时1年给点钱也就清静了。别乱来，真没办法了就找我。到底还是不忍心，他给了一个不算承诺的承诺。不用，我自己能解决，没啥大不了的，最坏的打算我都有。两人都不想再聊这个话题，所以很快就转换了话题。早上6点多，老猫跟阿斯过来换岗，林浩在床头眯了一会，到9点半左右，阿和喊他起来吃饭。到哪了？刚过了龙虾岛，猫哥说还有40分钟就能到港，咱先吃饭，等一下卸起货来可没时间。除了老猫在舵室已经开吃，其他人都在等着他。没那么多破规矩，快点干饭。林浩又回到舵室，习惯地拿起卫星电话拨给了陈东，告诉对方自己最多20分钟就可以靠港。挂了电话之后，老猫愣神地看着他。怎么了？你手机没带？带了呀，这不在海。说到一半，他哑然失笑，成习惯了，忘了自己已经到海边，这里是能接收到手机信号的。打都打了，总不能再用手机打一个，告诉陈东刚刚说的不算吧。莫哥，有联系奋斗号吗？林浩拿起望远镜搜寻了一番，结果没看到大哥的船。你往后看肯定没有，在我们前边呢。林浩再度挠了挠头，有些尴尬。这些货咱自己卸就行了，我看就不必再请小工了，咱船上17个人呢。老猫笑了笑，岔开话题道：还是请人帮忙吧，咱卸不知道要卸到啥时候。反正林浩没想着自己卸，不必省这点钱，然后把一船人都累成狗。